美军三角洲部队出动，多国发最高级别撤侨警告。克里米亚连报，乌军精准打击俄后勤，前线俄军蚕食推进受挫。俄10天损1个师，前线将官接连阵亡。乌完成2项重磅合作，防空军援再加码。伊朗局势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甚至可能改写中东格局的临界点。日前，伊朗的全国性抗议已经进入决定命运的第2阶段。这不再是一场零散的街头示威，而是一场教士集团与反对民众之间公开摊牌的生死对决。多家国际与地区媒体披露，这是伊朗教士集团执政46年来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一次全国性反抗浪潮。抗议席卷115座城市以及数量难以统计的乡镇，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联动。随着局势全面失控，教士集团几乎动用了全部维稳力量。就在昨夜，仅德黑兰与第2大城市马什哈德走上街头的抗议民众就被目击超过100万人，人群高喊这是最后的决战，向安全部队防线不断推进，与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警方爆发持续数小时的正面冲突，整个城市陷入准战时状态。在德黑兰，抗议者焚毁了哈夫特霍兹区一处官方大楼，并在多个街区升起象征旧王朝的巴列维旗帜。这一举动在政治上极具挑衅意味，等同于公开否定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伊斯法罕大道阿什拉菲区的安全部队在民众冲击下仓皇撤离，显示出基层维稳力量的明显不足。更惊险的是，抗议人群一度推进至皮鲁兹大街，距离伊斯兰革命卫队中央指挥部仅剩数百米，但随后遭遇大规模反扑，现场多人受伤倒地，局势一度失控。在马什哈德，抗议规模同样震撼，密集的人群铺满主要街道，革命卫队与巴斯基民兵被迫撤离部分区域。这座城市不仅是伊朗第2大城市，更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在哈马丹市，抗议者使用砖块、燃烧瓶甚至枪支击退安全部队，成功控制城市运转。这是继卡拉季、马利克沙西和阿卜达南之后，民众掌控的第4座伊朗城市，标志着抗议已从示威迈向局部失控。伊斯法罕的街头同样爆发激烈冲突，抗议者焚烧革命卫队外围设施，与持盾警棍的军警扭打在一起，学生、工人、教师、商贩几乎全部卷入其中，社会阶层的全面参与，使这场运动呈现出不可逆的特征。在奥尔达比勒市，警察局被焚毁，流出的视频显示双方反复拉锯，画面宛如城市巷战。更具冲击力的画面来自伊朗年轻女性，一些人当场扯掉头巾，直面武装军警高喊把车从我身上压过去。这不仅是反抗，更是一种对恐惧的公开否定。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至少41人死亡，2200多人被捕，被捕者中包括学生、工人乃至商界人士。仅昨夜就有一名17岁少年当场身亡，一名18岁青年送医后不治。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双方均有数百人受伤，血腥程度明显升级。面对失控局势，巴列维王储里萨·巴列维原计划通过网络进行全国总动员，呼吁进入武装对抗阶段，但神权政府随即切断全国互联网。这种断网举动被普遍视为教士集团即将展开更大规模暴力清场的信号。然而在断网前，马斯克宣布向伊朗抗议者免费开放星链服务，各地抗议组织迅速接入网络。伊朗境内大量卫星锅与星链设备，正是2022年头巾革命期间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当地政府几乎无法有效干扰。在马什哈德，抗议者甚至直接向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求助呼声，称伊朗人民正遭屠杀，请求国际社会协助巴列维返回伊朗。这种公开呼吁外部力量介入，在伊朗历史上极为罕见。1月8日，特朗普对教士集团发出了第3次警告，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在街头迫害人民，美国将对其进行狠狠打击。另外，特朗普还抛出重磅言论，公开声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正准备逃离德黑兰，并对伊朗发出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这一说法迅速引爆国际舆论，也让本已高度紧绷的美伊关系骤然升温。
几乎同时，多方消息开始在外交圈和情报圈流传，称德黑兰方面正秘密将黄金储备及核心国家文件转移出境，目的地被指向莫斯科。尽管伊朗政府迅速否认，但英国《泰晤士报》此前披露的独家消息却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疑虑。报道称，俄罗斯可能是目前唯一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哈梅内伊提供安全庇护的国家。这一情形不免让人联想到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此前，阿萨德在局势失控后逃往莫斯科，此后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甚至多次传出死亡传闻。如今，伊朗是否正在复制同样的剧本，成为外界最关注也最具爆炸性的疑问。据路透社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在伊朗周边加快部署，各型军机频繁调动，反恐精锐三角洲部队已在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完成前沿部署。与此同时，多国政府已对伊朗发布最高级别旅行警告，并要求本国公民立即撤离，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乌克兰等国。耶路撒冷邮报最新报道称，比萨·巴列维将于本月12日在海湖庄园发表重要讲话，其内容被视为未来伊朗政治转型的纲领性宣示。鉴于伊朗人口中农民占比接近一半，如何重建国家结构、争取基层支持将是其核心议题。一旦特朗普政府正式为巴列维背书，这场运动的性质将发生根本转变，伊朗的未来走向也将被重新定义。至于未来是内阁制下的国家名誉国王，还是君主立宪制，本身并非当下焦点。巴列维本人也多次表示可以协商。真正紧迫的是如何终结神权政府的统治。目前，伊朗已关闭全国空域，防空系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局势。英国 BBC 此前援引消息称，哈梅内伊已逃往莫斯科，并带走约950亿美元资产。尽管尚未得到独立证实，但这一传闻本身已足以动摇政权根基。一旦独裁政府垮台，西方势必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全球第4的石油储量、第2的天然气储量，伊朗社会的经济结构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将迅速逼近中东富裕国家。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正在走向常态化、纵深化。当地时间1月9日夜间，乌克兰特种部队当晚向克里米亚发射了 FP-2导弹无人机，重点瞄准俄军关键后勤节点。在赫瓦尔基斯克地区，一列正在运行中的燃料运输列车被准确锁定。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火车多节车厢同时起火，燃料被引燃后形成大面积燃烧，火势迅速蔓延，意味着这批补给几乎不可能被抢救。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证实了此次打击行动，并公布了更多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火车被击中之前，克里米亚多处军事基地以及克制大桥周边就已发现无人机活动，并伴随多次爆炸声。这表明乌军对克里米亚的侦察与打击正在形成连续作战节奏，而非零星突袭。更令俄军头痛的是防空体系的持续崩塌。1月5日前后，乌克兰无人机奔袭克里米亚一处俄军防空阵地，成功摧毁一套 S-300V 防空系统。这并非个案。过去1个月内，乌军将攻击重点系统性的转向俄军防空设备，仅第412无人机部队就已确认摧毁俄军8套防空系统，其中包括 Tor、Buk 系列，甚至还有相对罕见的 S-350 系统，总价值超过2.5亿美元。防空系统的不断损失，直接削弱了俄军对关键目标的保护能力，也解释了为何乌军导弹无人机能够频繁穿透克里米亚防线，对铁路、仓库和基地实施精准打击。这种先把眼睛再切血管的打法，正在逐步瓦解俄军在南线的整体作战体系。在北线的苏梅地区，战事同样紧张。俄罗斯方面罕见地发起新一轮机械化进攻，试图以装甲力量突破乌军防线。乌克兰第71列兵旅迅速投入战斗，连续挫败俄军3轮进攻，造成对方约40人伤亡，另有6人受伤，攻势被迫终止。还有消息指出，在一夜之间，别尔哥罗德市遭到乌克兰发射的14枚 HIMARS 火箭弹袭击，其中6枚被成功拦截。
然而，城市关键基础设施仍遭重创，卢奇热电厂的变压器被摧毁，别尔哥罗德热电厂的输电管道、变压器和办公楼均受损。330千伏别尔哥罗德变电站被纵火焚毁并停止运行，导致全市28台变电设备瘫痪，城市电力供应大范围中断。还有一段视频显示，乌克兰军方对位于俄罗斯西部的奥廖尔火力发电厂实施了导弹袭击。画面中可以看到，发电厂多处设施遭到明显破坏，包括冷却塔、输电线路和关键机械设备，火花和烟雾弥漫，显示袭击造成了严重冲击损伤。部分设施结构被炸塌或倾斜，场面震撼。在夜间空袭中，乌克兰军方还针对俄罗斯的重要军事与能源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据报道，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当地发电厂发生大规模火灾，部分设施被毁，火势迅速蔓延，对地区电力供应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位于普里莫尔斯科、阿赫塔尔斯克的空军基地也遭遇袭击，驻扎在此的第960突击航空团设施发生爆炸，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乌克兰前线，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军近日对希尔内一带的俄罗斯第51集团军后勤仓库发动打击，俄军储存的武器和物资在袭击中被引爆，现场传出持续爆炸声。这已是乌军在一周内第二次针对顿涅茨克俄军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显示出明显的先切补给、再压战线的战术思路。在西维尔斯克，乌军第10雪绒花山地旅投入一辆 T-72坦克，配合步兵对林带中的俄军发起反攻，但反攻效果有限，俄军仍在部分林区坚守。波克罗夫斯克轴线上，过去48小时，俄军对赫里希内地区发起的重大攻势遭到挫败，乌军成功击退敌方多轮攻击。战斗中，多辆俄军全地形车、摩托车、2辆主战坦克、2辆装甲车及3辆厢式货车被摧毁，同时造成大量俄军士兵伤亡。从整体战况来看，俄军推进缓慢但稳固，正在逐步拉平战线，采用挤压战术迫使乌军局部后撤。从小米城至大米城，俄军通过靶点作战使红军城逐渐孤立。虽然蚕食式推进有效，但人员和装备损失极大。当前，俄军尝试绕过乌军控制的高中区域，同时使用 FAB-1500滑翔炸弹对学校、消防站及低层乌军阵地实施打击。俄军突击队继续从东北街道据点发动攻击，力图夺回灰色地带，双方交火仍在持续。乌达齐涅方向，乌军夺回了西部沟壑林带阵地，巩固了防御，并阻止了俄军进一步渗透。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俄军无人机对康斯坦丁尼夫卡西南方向的多条主要道路持续发起高强度远程打击，同时监控从该地区通往伊林尼夫卡的交通路线。此举可能意在限制乌军调动，为俄军后续攻击提供条件。目前，该地区土壤泥泞，给地面机动带来困难，但由于气温波动极大，部分日子低至-17摄氏度，高至25摄氏度，俄军仍可能在土壤硬化期间发起渗透攻击。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从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未能突破乌军防线。乌军德拉帕蒂将军在城内布置工事，有效阻止了俄军大规模渗透行动。此前未被剿灭的20-30名残余俄军目前流窜至市医院，乌军已清剿医院南侧的一家啤酒厂以及医院东北侧的一栋建筑，进一步稳固防线。在胡利亚波尔基周边区域，俄军通过小分队侦察和渗透行动取得有限进展，已推进至斯塔罗库兰卡、扎利兹尼切和比洛西里亚等地点。扎波罗热州已成为南部战线最活跃区域之一，每天战斗频次高达46至65次，战况密集。值得注意的是，俄军骑兵数量增加，多支骑兵部队已在马匹上安装马斯克的星链终端，通过马鞍提供移动电源，将终端连接到骑手胸前的智能手机，实现实时数据和通讯传输，以提升侦察和指挥效率。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冲突已持续近4年，死伤人数超过120万，平均每日折损超过1000人。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数据，
2025年，俄军伤亡约416570人，日军1141人，相当于每10天损失1个师的兵力。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引述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指出，原计划组建17个机动师的俄军，最终仅新建4个步兵师，第68、第71摩托化步兵师以及第55、第120海军步兵师。这些新师装备有限，装甲战车、炮兵和后勤力量不足，无法按2022年前的机械化师模式作战。分析称，俄军装备损失、装甲生产不足以及战术转变更依赖步兵突击与渗透作战，迫使其适应阵地战模式。马绍维茨评估，2026年俄军剩余兵力不足以组建超过7万人的战略预备队，也无法形成原计划的机动师规模。乌克兰总情报局前局长布达诺夫指出，俄军仍在不断动用预备队支撑前线作战。另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至少19名俄军将官在战斗或相关事件中阵亡。这份名单涵盖现役、退役及志愿参战人员，阵亡地点不仅遍布前线，也包括俄本土境内，且并非所有死亡都获得官方确认。俄军高级将官的阵亡渠道呈现多元化，从前线狙击、炮火覆盖，到指挥所遇袭、空袭打击，再到俄本土爆炸和汽车炸弹袭击，几乎覆盖了战争全链条的风险。这份名单不仅反映了俄军指挥体系在3年冲突中的巨大压力，也揭示出其战线前后安全形势的严峻程度。前线战事中，乌克兰无人机与特种作战优势也持续扩大。由指挥官罗伯特·马迪亚尔·布罗夫迪统筹的无人机部队，仅2025年12月就宣称击毙超过3万名俄军士兵，创下乌克兰国防史上罕见纪录，甚至超过俄军单月可动用部分兵力规模。一段社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俄军士兵在躲避 FPV 自杀式无人机时发生混乱，进一步凸显前线混乱状况。地面战方面，乌克兰第46空降旅在红军城地区成功击退俄军一次大规模攻势，摧毁2辆坦克、2辆装甲车及3辆军用运输车，造成俄军59人阵亡、6人受伤。过去1个月内，乌克兰第412复仇女神无人系统旅对俄军防空设施连续打击，摧毁8套防空系统，包括 Tor、Buk、Strela 系列及 S-350 勇士雷达，估值超过2.5亿美元，对俄军防空能力造成沉重打击。捷克外交部长彼得·马钦卡今日上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任职以来的首访，也是俄乌冲突背景下捷克对乌支持的再一次明确表态。在会晤乌克兰外长安德烈·西比哈期间，双方就援助乌克兰、战场急需物资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出2项重磅合作信号。首先，马钦卡重申，由捷克牵头推动的弹药倡议将继续推进，捷克将继续担当协调核心角色，联动多国资源，为乌军前线筹措急需的大口径弹药，全力保障战场补给。其次，针对无人机已成为俄乌战场常态化威胁的问题，马钦卡透露，捷克计划与乌克兰展开反无人机专项合作，依托捷克军工技术优势，提升乌方反制能力，为战场安全提供新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英国已向乌克兰交付13套渡鸦防空系统和2套木鹰短程防空系统，另有15套木鹰正在运送途中。英国援助的渡鸦轻型防空系统操作简便、部署灵活、性价比高。该系统飞行速度达3马赫，有效射程15至25公里，操作员可在50米外远程控制，大幅提高作战安全性。在乌克兰战场，渡鸦表现突出，已发射400余枚导弹，实战拦截成功率约70%，成功击落200多架无人机与导弹，包括俄罗斯 KH-59空地导弹和 KH-101 巡航导弹等，为乌军防空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俄军在1月8日至9日夜间发动了年度最大规模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乌克兰主要城市，包括首都基辅、港口城市敖德萨以及西部城市利沃夫。据乌方统计，仅基辅一地就造成20余名平民伤亡，6000座楼房失去供暖，41.7万户家庭断电。袭击中，
俄军不仅瞄准军事目标，更多打击城市供电、供暖系统及民用设施，意图在严冬寒潮下加剧平民苦难。这一行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谴责。此外，俄军在此次行动中首次启用了奥列什尼克中程弹道导弹，携带5枚常规弹头，对乌克兰西部中心城市利沃夫实施打击，进一步凸显俄军对城市和基础设施的重点打击策略。乌克兰方面依靠渡鸦等防空系统与多层次作战部署，有效抵御了部分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减少了潜在伤亡，但城市防护仍面临严峻挑战。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